如果现在可以出国，你最期待什么样的行程呢？是吃美食、看风景，还是血拼购物呢？最近几年有一种特别的旅游行程越来越流行有人会去战争的遗址体验当战俘，或是挑战当一天的二战阿兵哥，这到底是什么行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黑暗观光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刚我们讲到这种跟战争或是灾难有关的观光活动，或是旅游的景点行程，被称为是黑暗观光。那除了体验战争以外，有的也会去参观监狱，或是去一些重大悲剧的地方。相较于开开心心的游玩，黑暗观光的景点更多是以展示历史伤痕为主。不过呢，虽然感觉沉重又严肃，但这样的观光行程其实非常的抢手，也非常赚钱。在疫情之前，每年平均都会有100万人会去波兰参观以前纳粹时期最恶名昭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而美国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在开馆不到3年的期间之内，就迎来了第1000万位旅客。而这种黑暗观光的行程为什么会那么受到欢迎？而这些城市透过黑暗观光来吸引游客到访，获得观光收入，看起来明明像是在消费伤痛，为什么很多国家却还是这么做呢？旅客在体验的时候不会觉得内疚吗？在正式进入今天的影片之前，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疫情生活下的你，是否一切还好，继续坚持努力着呢？防疫就像马拉松，在长期的抗战过程里面，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不懈，保护心爱的人。而这一路上，除了感谢每个人的辛苦努力 ，AZ 也正持续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最近，他们还特别邀请到了知名球评曾文成担任主角，拍摄了一支叫做“坚持做对的事”的影片。AZ 总是期许自己能坚持做对的事，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无获利的公益疫苗，努力帮助全球远离疫情。再加上前后提供的数量，截至目前已经超过了28亿剂，一共帮助了全球超过180个国家，在台湾也有超过1500万人次的民众接种 AZ。那如果你已经觉得有点累了，不妨点击资讯栏连结来看看完整版的《坚持做对的事》，让 AZ 陪你一起坚持下去吧。第一次听到黑暗观光时，有些人可能以为这就是去参加闹鬼啊、试胆大会，或者体验很猎奇恐怖的观光行程。而这个广义上来说，可能也没错。不过最早提出黑暗观光这个概念的学者认为，黑暗观光是让旅客去参访一个真实的死亡或者灾难地点，也是一种很商业化的旅游形态。它不是为了试胆，也不是为了好玩的猎奇。每个旅客在这些地点所购买的商品进行的任何体验，都明确的会接触到死亡或者伤痛这种比较偏向负面、黑暗的元素，跟一般主打美好回忆的观光旅程很不一样。那随着相关的讨论变多，现在的黑暗观光有许多不同的分类，而我们呢，大致上面可以把它分成6种类型。在网络上面有一些网友建立出了网站，整理出了114个国家和1000个以上的黑暗观光景点。那这些景点几乎都可以被概括成以下的6种类型。第一种是战争场所，像是美国珍珠港海军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而第二种是重大的浩劫场所，像是1945年广岛原爆的遗迹；而第三种呢是死亡遗迹，像是捷克的人骨教堂；而第四种呢是奴役场所，例如像是非洲这个唐沙尼亚的巴加莫约，这是19世纪时买卖奴隶的市场。而第5种呢是监狱地点像是美国旧金山的恶魔岛。而第6种呢跟重大的灾难有关的纪念碑，例如像是德国柏林有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等等。不过虽然大部分的人呢都会把战争遗迹或是难民营视为黑暗观光的景点，但黑暗观光毕竟还是观光产业的一环，所以大部分的地区政府为了保护旅客们的安全呢，都会特别注意哪些景点呢会不会有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发生过战争的遗迹现在去还是有点危险，那它理论上呢就不会开放，或是不能够算是一个合法的黑暗观光景点。那这边我们先撇除那些比较极端危险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问问那些所谓的黑暗观光景点，通常都是当地的重大伤痛或是某种黑历史的象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政府愿意推广呢？在这些曾经发生过伤痛的地点，黑暗观光所呈现的内容可能会是一段沉重的历史。那为什么一堆人还是要推呢？第一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个有赚头。许多学者都提出，其实自古以来人呢就会对于死亡抱有敬畏跟好奇的想象，会被曾经发生过重要或是集体死亡的地点给吸引。有些人呢可能是基于对于鬼魂的敬畏，有些人呢是想要朝圣，感受一下人类的重要历史，有些人呢想要寻求刺激或好奇心，而有些人呢可能更负面想要满
足潜在的杀戮欲望等等。那不管大家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想要去这些地方，但总而言之呢，这些景点确实都有它的吸引力。那只要有人会去，那当地的商家或是居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或是收入，而地方政府也可以因此得到观光的税收，可以改善或是新建当地的建设。尤其许多地方在战争还有灾害之后呢，都会需要长时间的金钱和资源投入，所以这样的资源呢，对他们来说可以帮助当地的经济或是社会的复苏。而除了经济效益之外呢，黑暗观光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教育。概念来说呢，这些景点或是遗迹都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合适的情况之下，物质类的文化遗产都会希望旅客能够透过亲身的到访，去了解当地的历史与文化。有专门研究黑暗观光的学者强调，旅客前往这些地方的时候呢，看到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会想到，如果换成自己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他要怎么样去面对，或是他会怎么面对。那对于游客来说呢，他透过近距离的体验灾难的无情，感受受害者的不幸，有可能呢就会变得更加的谦卑、更感恩，或者是珍惜生命。因此，相较于掩盖或是遗忘这段过去，许多的当地居民或政府更愿意去分享这样的过去，不只可以赚钱，也能够带来很多的正面效益。特别是对很多的受难者还有受难者家属来说，这些地点更是重要非凡。重回当年发生事件的地点，除了可以怀念离世的亲人，也可能协助他们凝聚自身的文化意识或者自身的身份认同。而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现在有很多当事人或家属会协助研究机构去记录历史，重建当年的迫害场景，或是担任导览员，分享创伤的经验，传递家族的故事，让更多人对于受害者致敬。不过事情当然也不一定是这么的美好，黑暗观光的行程还是有出现过不少的争议。由于黑暗观光的目的之一呢，当然也包含了盈利，所以最常见的争议呢，就是有些人会把伤痛的历史用太过商业化、太娱乐性的方式让旅客体验。例如诺曼底的D-Day 战地观光呢，到2019年为止，每年有大约500万的观光人次。许多的旅游业者推出了战争重演体验，一次一人400欧元，带来了很高的观光收入。当然，这不一定是在说体验一定不好但在市场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之下，常常会出现一些品质参差不齐、夸大或甚至根本讲错历史事实资讯的问题，造成受害者团体、在地居民和观光投资业者之间的矛盾。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黑暗观光就很常被批评是标准在消费悲剧。另外一方面，因为每个人去参观这些地方时，抱持的心态和目的都不一样，有些人只是基于好玩，或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地方的沉重意义，也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尊重的行为。例如，许多参加战争重演的旅游客呢，会把双手沾满鲜血，在阵亡将士的这个墓园里面跑来跑去，让管理者非常的困扰。而在奥兹威辛集中营的大屠杀铁轨呢，有些人会以走平衡木的姿势嬉闹，开心的拍照上传打卡。而在捷克的人骨教堂，许多人则是会不听劝告，会去亲吻接触人骨，甚至擅自的帮骨骸戴上帽子自拍等等。那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所以有解吗？做法是有的，但效果怎么样可能就不太好说。目前大部分的馆方都是透过规范还有警示标语，在现场提醒参观者要注意自身的行为。有些地方呢会采用比较积极的方式去正视这些问题，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呢，就主动在推特上面点出这些嬉笑照片背后是上万条生命的消失。而至于捷克的人骨教堂，从2020年开始也有要求游客，除非你有提前申请，不然呢全面都禁止拍照。在资讯有错误的部分呢，现在也有许多的组织团体和相关的纪念馆会不断的去提出校正错误的资讯，希望大家能够在体验之余，依旧能够接收到正确的资讯。那说到这边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顺便分享1-2个台湾的黑暗观光景点。第一个呢是纪念1999年9月21日发生在台湾的大地震921地震教育园区以及9份二山地震纪念园区。这边有些观众可能比较年轻，没有经历过921地震，或者是对921大地震没有什么印象了。当年地震发生的时间呢是凌晨的1点47分，很多人都在睡梦当中，连张开眼睛都来不及，就在强震当中丧命，天人永隔。而教育园区和纪念园区的成立，除了让人可以纪念当年来不及离开就失去了生命之外，也透过特殊的地景推动震灾的体验游程，推广防灾教育，也帮助当地的产业转型发展。而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以及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园区里面典藏了相关的人权档案，还有史料文物，也会透过展示和国际交流的方式，支持各种人权和议题。不过，虽然台湾有黑暗观光的景点但客观来讲，这些旅游景点比较少成为主打行程，一般可能比较少会听到说有些人会想要特地的前往这些地方参观跟体验。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最近我们真的超容易被黄标的尤其今天这集讲到了超多的关键字，想必应该又是躲不掉了。所以这一次呢，我真的又要再次特别感谢所有志祺七七的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虽然直觉上把发生过战争还有灾难的地点变成旅游观光的景点，看起来就是在消费这些地方的历史或伤痛，但广义上来说，有蛮多影视作品也都是以这些背景为主题去进行创作的。大家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观感，可能还是看他怎么讲这个故事，以及游客怎么接收这些故事。一个良好的双向循环，不只可以带来正面的反思，也可以为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活络黑暗观光。像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吸引许多游客跑去波兰对于电影场景进行巡礼。那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到，其实台湾真的也有蛮多有潜力推广黑暗观光的地方，但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导致这些地方比较少受到关注。那这个部分比较复杂今天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观众，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对于台湾黑暗观光的想法或希望那最后想问大家，如果有机会来一场黑暗观光之旅，你会想要体验哪一类的行程呢？ A. 战争发生的地点呢，例如像是诺曼底登陆。 B. 人为灾害的地点，例如车诺比核灾区域，或者是广岛的原爆原地。 C. 特殊的纪念场所，例如捷克的人骨教堂。 D. 监狱或是集中营，例如像是旧金山恶魔岛或者是波兰的集中营。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黑暗观光。此外呢，你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921大地震以及灾难之后怎么办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期7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